你也来了？是啊，你都通知了，我当然会来。谢谢，真给面子。进去吧，大家都来了。各位，谢谢大家的光临啊！这杯酒我先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平时我也不爱说什么肉麻的话，但是今天是我老公林伟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就肉麻一回，大家请看吧。19岁，我第一次遇到林伟，跟联谊寝室的男生一起唱歌。20岁，我们俩第一次约会，他说要把这辈子的约会都卖给我，我给他买了一大桶冰激凌交换，他吃完拉了2天肚子。22岁，我们毕业了。25岁，我们结婚了，有了小莫。别误会啊，不是奉子成婚。小莫满月，我们住50平米的小房子，林伟感动得不得了，说累到吐血都要给我们娘俩更好的生活，换大房子。27岁，小莫2岁了，大房子还没有着落，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也升职了，一起跟林伟为房子奋斗。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，我们2个人一门心思拧着一块儿往前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是苦点儿，但心里很踏实。这个时候，我老公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韩总，您还记得吗？当时韩总那单生意吗？您说，只要林伟能拿下这单生意，您就给他升职。韩总，到现在我都感激你，谢谢。为了能让我老公拿下这单生意，我辞去了工作，去照顾韩总的妈妈。是韩妈妈自己福气好，很快就康复了。但是韩总硬是把功劳归在我头上，把这单生意给了我老公。我老公升职以后很忙，根本顾不上家，我也就没再回去工作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当会计师的，这点秦山知道，是吧，老同学？但是我更喜欢当林太太。结婚之前，我跟秦山一样，认为事业最重要。但是结婚以后，有了孩子，我觉得林太太才是第一位的。依林，我得给你封一个模范贤内助。行啊，韩总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接着看。30岁，我们有了大房子、车子。儿童节带小莫去游乐场，坐过山车，他恐高，林伟把他放在肩膀上待了几分钟，想锻炼他，结果硬是下不来了，说这样感觉他一下子长成了大人。小莫之前说他坐在林伟的肩上像个大人，现在也算是个小大人了。
小莫10岁，我35岁，林伟36岁。19岁到35岁，16年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好吧，下面就请我们的男主角上台吧。老公，16年，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不管我付出什么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说老夫老妻，这别信。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。我的老同学秦山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。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。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。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生日快乐！依莲，对不起，大总，扫您的兴。
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。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。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不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。这个我是清楚的。是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，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，咱们俩之间起码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
我承认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。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，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10多年了，咱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。明天你就搬过来住吧。青山，不是都离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公司那边的同事，我想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咱买的事儿，公司上上下下几乎全知道。我们又在同一家公司，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挺别扭的。其实我是想，我不辞职。让你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打算过让你辞职。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想都不想，你居然让我辞职。我也没想让你辞职啊。我们这个行业就现在这个公司最好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区的销售总监了，网上还有总部。你辞了职，你去哪儿？有我的条件，我不愁找不着工作。你是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薪水有可能也不比现在的低，可是发展空间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一进中小型企业，就会做到最高层的天花板位置，那往上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才30几岁，往后你还有20多年要奋斗呢。那以后怎么办？就守着那个天花板过20多年啊？让你走你舍不得，让我走呢，你又怕我今后发展不好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着啊？
我不是嫌你发展不好啊，我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我太清楚，一个长期在天花板待着的人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深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满意呢？我们都留在公司，一起做到总部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可能别人呢喜欢中高层的感觉，而我偏偏就喜欢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我想你也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聊的，你要跟我谈的，我还以为是咱们今后怎么生活，咱们今后怎么过日子，没想你谈的全是这些东西。我不是江一莲，他能放下的，我做不到。深深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不想成为第二个江一莲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和婚姻之间平衡的女人，被沦为弃妇的故事，我不想再上演了。林伟，你为了我放弃10几年的婚姻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抓得住你。你家那串钥匙也用不着了，就扔了吧。爸，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起步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
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怎么样？医生说呀，骨骼恢复得很好，可以不用戴护具了。你看看，神经也在慢慢恢复呢，太神奇了。挺神奇的哈。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吧，去老地方吃个饭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。再说了，我都好久没出门了，都快闷死了。这是我得去问一下大夫。我去问吧。来，车，你能帮我进去吗？可以吗，王太太？可以啊，你看这台阶儿，轮椅都上不去，抱进去呗。啊！慢点！哎，好嘞，来，我给你往前挪啊！哎，你们来了。老板。哎，老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个受了点小伤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好长时间没来了吧？结婚了吗？雨明结婚了，小韩还没有。哦。老板，点菜。好。老3样。来一个香里腊肉、宫保鸡丁，还有双椒鱼头。哎呦，双椒鱼头你吃不了吧？这太辣了。我给你点的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我吃什么都行。没关系的，再来2碗米饭，我半碗，你1碗半。再来2杯冰的酸梅汤，我把我的冰都给你。啊。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哎，别！那什么，你吃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之前总是跟他来，所以都习惯了。没事儿。你想吃什么？你们这热菜都已经点差不多了，那就再来个凉菜。泡椒凤爪，老板就这样去吧。好的，马上打。
好家伙，凤长，这百爪挠心的，够酸的呀！我没事儿，我能吃。你是病人，你吃不了。哎，好久没出来了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是，挺好的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旁边的小公园吧，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儿。你们聊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他不会生气了吧？应该没有。马静，听我吐槽。我一点一泡就凤爪，结果他在那边说什么？哟，百爪挠心啊，够酸的呀！哎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百爪挠心，这真说到你心里去了吧？什么说我心里去了？他就这样，老抓着我要爆发的临界点。你可千万不能爆发，你这一爆发就成泼妇了，真是吃饭的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说这种人真是太难对付了，老扎着我，我还没法回我。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好不好？刚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他跟王宇明以前那点事儿，以前吃什么菜，还说什么一会儿我们去旁边小公园去逛逛吧。哎，你说他腿都这样了，他走什么呀？还是他王宇明抱着他呀？那你们家老王呢？他怎么不拒绝呀？你别跟我火，我好不容易才忍下来了。我得大度，我得给他阳光。我觉得我现在怎么就那么虚伪啊？哎，你不是自己说了要自我拯救的吗？就当是成长了。你就先这么虚伪着就自我催眠了，到时候就真大气了。我给你支个招，你们家那老王不是工作忙吗？你赶紧发动外援啊！什么呀？听不明白啊！哎呀，我现在火直往头上拱，我听不明白。哎呦，这女人啊，一上火智商就直线下低了。你让那个杨小宝赶紧把你们家老王给叫走啊！对啊，你给小北打电话。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了，我现在得稍微平静一下我的心情，还得微笑，虚伪一下，是吗？成长，淡定啊！医生嘱咐你的话呢，你一定得记住了，知道吗？像这种双焦鱼头这么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，不容易康复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哎，哟，都吃差不多了，要不叫老板买单吧？别，你还没吃呢。我不饿。张律师，哎，你今天忙吗？我最近都不怎么忙。你看今天这饭吃的，你也没吃什么东西，也没说话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让宇明陪我吧。哎呦，我呀，可以啊。我都觉得挺尴尬的，你不觉得呀？稍等。哎，小宝，怎么了？死循环？怎么会出现死循环呢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啊，等我马上到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那个小韩，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你去吧，反正今天的风也放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公司啊刚起步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，我要不回去吧，这仨都得抓了瞎啊。好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再解释就没意思了。人家老板买单。哎，来了。多少钱啊？老顾客给你们打个折啊，160，160。哎，怎么样？口味还可以吧？啊，行，怎么样？这菜还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？我也没吃着。那下次有空你们俩，你们仨下次有空再来啊！一定，那刚好啊。好，刚好啊。那是干嘛呀？还要人家开口啊？那个，我先上班去了啊。
那你也就送他进去吧啊。赶紧去吧。啊，小韩，康复这事儿别着急，得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我走了。干嘛？非要撵我走，到头来还是我送你回去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我想下来走走。下来？你没搞错吧？你腿这样，你活动？我都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了，一个人躺久了，意志都会跟着倒下去。今天高兴，我想下来活动活动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你真想下来走走啊？嗯。那我也扶不动你，我帮你去借副拐杖行不行？好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觉得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这你还是别走了吧？不是你觉得又不是医生觉得，你让我背你回去行不行？这太可怕了！你在这儿，医生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吗？没事儿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。我们再试试。你也别跟我犟了，好不好？我背你回去。你想，你这脚要好了，那雨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的脚要是好了，我就去找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么飒一女的，干嘛老为男的跟我在这耍心眼啊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医院闷得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是吧，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医生，医生。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同一个位置又2度受损，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是我们太不小心，太大意了。他现在严重吗？骨伤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是神经损伤本来就是个未知数，现在就更不好说了。你们也别压力太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得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小心点照顾，我们也会尽量想办法。哎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谢谢医生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来医院照顾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儿了，行吗？那我也做不到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，我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呀。你看，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他了，你说你心里还装种小心思，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不要自己走，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。还有，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，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行，咱说好了，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，行吗？那你俩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，点以前点过的菜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还抱进门抱出门的，最后还一块逛公园，他还撵我走，那换做我你能舒服吗？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，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。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儿，你让人不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眼多，行了吧？我心眼多到我为了护着他，我后脑勺子磕地上都没跟人说过。你磕地上了，那我看看来，让我看看，看看磕哪儿了，疼不疼啊？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
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，你等我啊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他没来找过我，也没给我打过电话。那要不要一块儿找找去？我怕他到时候见到我，他会更生气。李面，哎，跟依林的事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就我小莫和依林，还得靠你们多照顾。姐夫，谢谢你们了。就是那天过生日那事儿啊，你也别想多了。等那事过去之后，我再约你纪念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如果找到他，给我发个短信。哎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想起我姐大学时候的样子了。那时候我特别崇拜我姐，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给新生致辞，毕业的时候还要做毕业演讲。我就翘了课过来看她做演讲，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看着她，觉得她特大方、特漂亮。那时候林伟啊，就站我旁边。那时候他看他的眼神，让我觉得别说是这辈子了，就是下辈子他也不会放手。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？你说，我姐要是不跟他在一块儿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是不是一个女人选择了一个男人，就等于选择了一种命运？一凡，我觉得你应该现在想一想，你姐还会去哪儿？我姐不是那种断了还留着念想的人，所以她一定不会再去他们两个曾经去过的地方。有一地儿，好久没去过了。在那儿呢。哎，你就别去了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哥，要不麻烦您给劝劝。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们别走，等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，面对大海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到海边来，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就想使劲儿把这沙子握住，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。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过，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，它就会漏得越快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定会走的。你这不想得挺明白的吗？
但是等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怎么就忘了呢？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儿地抓住。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？你干嘛要这么想啊？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，别再琢磨这个。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放开我！男人怎么会都这样？这么好的家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？现在想来同情我、可怜我是吧？我不需要。依琳，放开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如果要是你觉着热的话呢，我这边有凉水；要是觉着凉的话，这边还有热水。以后你要是对水温有什么要求，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准备。傻啦，不知道我叫谁呢？就是有点突然。要不你也一起泡？我给你洗就行了。没事儿，一起泡吧。快点啊！小韩啊，来电话了，说呢，让你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这事儿呢，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啊不注意。对不起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对不起呢。不是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说的挺对的。我现在啊是不够有信心。之前跟你赌气离婚，让我们这段感情陷到更大的困境当中。后来回来以后，我就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。一开始吧，我还挺有自信，我能处理好的，也自以为自己挺大气的。后来时间一长，我就越来越装不下去了，觉得挺害怕的，就怕我们的感情再受到伤害。笑什么呀？很好笑吗？你突然间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话，我倒有点不太自信了。我知道小韩的事儿啊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你刚才能这么坦诚认真的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突然间觉得咱俩呀，还是可以坦诚相待的。我是怕我们谁也不说，都不沟通，到最后会有更多的误会，等到想解决的时候，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呢，积极的去面对。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姐那样。说着说着吧，就又来了。哎，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
发现，就是小韩呀，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没人来看他。他爸妈不知道啊。其实呢，他也不愿意别人啊知道这件事儿。他5岁的时候，他爸妈就离婚了，他呢就没人管了，奶奶呢就把他接走给带大了。后来爸爸妈妈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带着他呢又都不太方便。奶奶去世以后啊，他就更没人去关心他了。所以我就想呢，你说他现在这样哈，无依无靠的，也没人管，也不知道呢以后能不能站得起来。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我都不管他了，他不是就更没信心，更郁闷了吗？所以我不管小韩之前怎么跟我闹，我都没说不管他，就是想呢让他多一些希望，多一些信心。你看啊，要是站在一个普通朋友角度来看，你也不希望你老公是一个没人情味的人呀，啊！但是道理我都懂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家庭，那我也得考虑你的感受啊。所以我想好了，我想呢，我找一个机会，我到时候跟小韩呢，好好的说一说。所以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你今天头磕哪儿了？你给我看看呗。这儿。哎呦，疼。我气大爆了都。哎呀，那我抱你一个啊，别生气了啊。哎呦，38度7，烧的可不低呀。妈妈，喝点水吧。哦。妈，你太没出息了。妈妈怎么没出息了？我都没事儿了，你还这样，怎么让我过得更好啊？你听听，小莫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实在是太对不住你们这一老一小了啊！知道就好。功课做完了吗？还有一点。快去做完了。阿公，交给你了。哎，好。林伟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离婚这种事情恢复起来，总得需要一个过程。是。原来我没觉得，还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。但真正离了以后，才发现，原来这16年我的生活重心都在他跟这个家上。突然现在一下子什么都没了，好像塌了一样。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是啊。对了，你小的时候啊，爸爸没少带你去海边，你总是哭啊哭啊，你没少哭啊。可你后来呢，慢慢就不哭了。等你不哭了以后啊，学习成绩就开始好了，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呢也开始好了。爸爸什么意思呢？林伟的这件事情啊，毕竟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把它放下。等你把它放下以后，看问题的角度啊，就会发生改变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。爸，您说我那个时候从哭到不哭，用了多长时间？哎呦，这我可回忆不起来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小莫说的对，我是有点太没出息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排毒养颜，只有先排了毒，然后才能够养颜，这是谁也跳不过去的一个过程。排毒养颜。原来听您说话，
我觉得特啰嗦没重点。没想到今天江校长说的话还挺有趣。从今往后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就是别像今天这样玩消失就行了。谢谢爸。爸啊，我有点困了，想睡觉。这就对了，想睡呢你就睡一会儿。明天呢，我再到医院去，给你取点药啊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有点儿，这护具啊，又重新戴上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昨天是我坚持要走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大夫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他说，你再辛苦几个星期就好了。你们别骗我了。干嘛那么悲观？脚不都能动了吗？嘿，你这真心话还是假慈悲啊？你要认为这是真心话，那就是真心话；你要非认为这是假慈悲，好歹也是慈悲嘛。哼，骨头汤。下回不想喝骨头汤了，真的喝腻了。行，你现在是老佛爷。哼。一凡，一凡，哎，爸，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我来帮你姐呀取点药。哦，你先别管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谁住院了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雨明跟我说了，说你们已经和好了。既然和好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你这叫好好过呀？我再好好过日子。你在什么好好过呀？再者说了，谁听说过现任妻子去照顾自己老公前任女朋友的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担心你姐，又担心你爸爸，才这么委曲求全的在人家家里过日子呀？你想的有点太多了吧？你还笑得出来？我都想替你哭。实在不行啊，你也跟我回家来住，爸爸还照顾得了你们。你不能够为了你姐，为了我，就在人家家里憋屈着过日子呀。我没憋屈啊，雨明现在特别好，真的，他特别好。再说你也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呀。你结婚过婚姻生活，不就是遇到问题就得去解决吗？我这要跟你回去了，那不就是最差的一种解决方式吗？再说妈临走之前，不也是希望我们能幸福吗？你都知道了？对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哎，反正我就知道了。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好吗？好不好都在我自己。爸，您呢就别操这个心了，回去照顾好姐就行。是啊，你们都长大了，爸爸能管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。再者说了，爸爸不是万能的。是啊，你看你白头发又变多了，所以别操这心了，真的。哎，聪明姐现在对你怎么样啊？还去买那些保健品吗？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哈哈，你别问这，赶紧跟姐送药去吧。等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好吧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说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壮观了，还到处瞎溜达呢？你说我挺着这么大肚子才操心你的事儿，我多仗义啊我！啊，依林那边又出状况了，感冒了，没什么大事。你现在就让他多开心点儿。哎，我说你现在多好一机会，你按兵不动，是不是要把我急死啊？你赶紧出手啊！这会儿出手，是不是有点乘人之危啊？错，这叫雪中送炭。依林姐现在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。
也是最怕谈感情的时候。所以你要拿捏有度啊，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搁以前吧，当然也不难，而现在放在依林身上吧，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。果然是真爱呀！这不是要请你帮忙吗？行，给你支一招啊。你觉得依林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休息、疗伤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我可以给她时间。你说的都对。但是呢，依林姐现在的状态，她很快会走出这一步。我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。这个我已经帮她问好了，会计师事务所。她原来不就是从事务所出来的吗？我想她肯定愿意从那儿再重新开始。哎呦喂，果然是情场高手嘛！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？我看你这婚后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滋润的啊！那是必须的，全是感动，全是惊喜，你就羡慕吧你。对我们单身汉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嘚瑟呀？攒点人品。